男友是网红学习博主，靠那张脸拥有了100万粉丝。大4考研，他想和我考一个学校，让我带他学习，我全力辅导。不料他上岸失败，而我上岸成功。他坚称是我故意不好好辅导他，让我留下陪他再战1年。我得知他的品行，选择分手。他转头在网上抹黑我，女友上岸和我分手。前几天我还看见他上了一辆迈巴赫，害得我被他的极端粉丝开车撞死。在睁眼，我回到男友求我带他学习的前一天，这次就让你学到废。亲情长相守，真情在人间。大家好，我是秋兰，欢迎观看《真情人间》。阿丽，我成绩这么烂，我觉得我配不上你。男友宋子成的抱怨让我回过神，上辈子刻骨铭心的疼痛似乎就在刚刚。看到手机上的日期，我重生了，重生到男友求我带他学习之前。这时什么都还没有发生，什么都还来得及。男友是大专生，他经常抱怨和我有隔阂，我照顾他的自尊心，不触及原则问题上我都让着他。那天他也是说了这样的话，因为当时我在备考心仪院校，所以当宋子成提出带他一起学习，我害怕打击他，没有拒绝。在今后日子抽出更多时间为他补习基础知识。他平日除了学习和直播，什么事情都不干，吃饭洗衣服全交给我。彼时宋子成还是一个颜值博主，经常发一些自己的照片放在社交网站，最后小火一把。即使知道他有女友，但还是有一批粉丝追随他。我作为女友本人，也常受到他粉丝的骚扰。宋子成总是说让我忍忍，直到考研成绩下来，宋子成落榜，而我是笔试前3。我受到他粉丝的极端辱骂，而此时的他在直播。宋子成眼中含泪，我知道这个结果不是大家所期盼的，但是大家不要去攻击我女朋友，她也很有压力，肯定是害怕我考上后抛弃她，所以才故意不交全部。我察觉不对时，粉丝来到我家门口，用汽油吓唬我。宋子成给我发消息，如果你能放弃名额，留下陪我再备考1年，我就选择原谅你。我得知他不是表面上柔弱的样子，每句话具有诱导性。拒绝后迅速和他分手，回到老家备考。没想到他在网上抹黑我被包养，最后我被极端粉丝半路开车撞死。当时汽车碾过我的双腿，但我还有希望。我给宋子成打电话求助，他却说看不起我，那就去死。我被车子来回碾压多次，那剧烈的疼痛单是想起都让我冒出一身冷汗。想到这，我压下滔天恨意，露出笑脸。虽然你学习不好，让你觉得配不上这么优秀的我，但我是你女朋友，我不会嫌弃你的。宋子成听到我的阴阳怪气，反而过来拉住我的手撒娇，就是因为你很优秀，我也想变优秀，能配得上你。你现在不是考研吗？带我一起学习，到时候我考上了，营销一个励志博主的人设，岂不是更火？我差点没收住我10米的大刀，他早就计划好找我做冤大头。考上了是他的本事，考不上是我的原因。给我钱我就辅导你。宋子成听到我谈钱，脸上闪过阴鸷的神色，转而笑嘻嘻抱着我。我可是你男朋友，你辅导我还谈什么钱啊？我推开他，这期间花费的时间、精力、金钱，哪一项花在我身上，我都可以学习新的技能。在你身上，我觉得花的不值，你总得让我得点好处吧。此时宋子成的脸色已经很不好了，我们之间谈钱太伤感情了。我本来是想趁着补习我们可以多相处，没想到你这样冷血，太令我伤心了。
我忍着恶心，没空和他谈情说爱。你想学就找个上岸的学长学姐，人家有经验还高效。你还有事情吗？没事，我要回去上课了。宋子成没想到我的态度这么强硬，耷拉着脸离开了。我没有像往常一样去哄他，以防万一。我打开录音，备份了刚才的对话。宋子成的学校在另一个区，不算很远。我步行回校，路上乐滋滋刷校园帖子，上面关于我的讨论度越来越高，都是骂我冷血，只顾着自己升学，却不管男朋友死活。宋子成还在粉丝群哭诉，我没想到我们之间的感情这么经不起考验。我只是想让他帮我补习，我这也是为了我们的未来呀。可他呢，却跟我谈钱。我有些佩服自己的先见之明，提前录音。最新的评论是：我看到他了，家人们等我去找他要个说法。我站在原地四处张望，一个矮小扎着双马尾的女生走到我面前拦住我：你为什么不给子成哥哥补习？你这个女人不但恶毒，还很自私。我估计她还小，脸上还是稚嫩的婴儿肥。刚才的录音派上用场，女孩听完录音，表情详挚，依旧质问我：不就是花费点时间精力去补习，这些都是你应该做的。你不是他女朋友吗？如果另外找人补习，不是要再掏钱吗？我维持得体的微笑，实际上我也不意外他的言论。宋子成的粉丝很多都是没有辨别能力的小孩，即使我将证据放出来，他依旧站在他那一边。我只好将心比心，如果让你一边上学，一边还要去辅导他，期间产生的费用全是你出，你还不能保证最后结果是好的。你会这么做吗？不会。他脱口而出。我很欣慰，空手套白狼，这就是诈骗。女孩似懂非懂离开了。宋子成追到我身边，焦急解释：我刚看到帖子就来找你，你没事吧？粉丝做的事情不是我做的，你别想太多。这样的事情不是一次两次，我已经见怪不怪。他的解释纯属画蛇添足。没事，我马上就到学校了，你也快回去吧。他还想和我说什么，我头也不回离开了。刚才的小女孩更新后续，说我帮忙是情分，不帮是本分。那层帖子楼下涌进一大群人辱骂他，你被他给洗脑了吧？他学习那么好，就是看不起我们子成哥哥，你这样真给我们子成哥哥丢脸。他给哥哥补习就没这么多事情了，但奖励反其道而行之，一定是有别的目的。大家也不要给他流量了，我谢谢你啊，不然我也不知道自己还有进军互联网的想法。我的私信出现一条消息，是我的室友，也是宋子成的大粉于妍妍发来的。他讽刺我：你这个女朋友当的可真没用，不就是补习？我还以为让你去摘星星呢。我本来和他不对付，也找导员反映过，但宿舍有限，我和他做了3年的舍友，也没正眼看过几回。我也不客气，你这么有用，你怎么不来当宋子成的女朋友？他瞬间熄火，聊天框一直显示对方正在输入，原因我和他心知肚明。当时我刚进大学，和于妍妍关系还不错，周末一起出去旅游什么的。我们就是在爬山的时候遇见宋子成，他向我要了联系方式，于妍妍尴尬站在一旁，之后他就跟我较劲似的。得知宋子成是互联网博主，每天给他刷礼物，在粉丝群聊天，成为他的头号粉丝。另一个原因就是宋子成的女朋友可真是不好当，不是被网暴，就是被网暴的路上，需要强大的心理素质。我不再理他，拿着书去上课。我和宋子成陷入冷战，我退出宋子成的粉丝群聊，移交管理员身份，
不再关注宋子成的风吹草动，去给他做公关。上一世，我将大部分精力放在男友身上，帮他打理粉丝群、对接广告、拍摄视频。他没有给我1分钱，还一直画饼。宝宝，我知道你不稀罕这一点钱，你的辛苦我都看在眼里，我会补偿你的。我并不在乎这些，反而是他放任粉丝不作为的态度，经常让我精疲力竭。我要拉黑对他名声不好的粉丝，他却说给他一次机会吧，人人都会犯错。粉丝辱骂我，说我嫉妒他们对哥哥的爱。我向他倾诉，宋子成却说没有受伤就没有成长。我这是锻炼你的抗压能力。我不再像以前那样对极端粉丝采取强硬态度，也不和他们产生正面冲突。可我一再忍让，结果是自己患上中度抑郁，重活一世。我开始注重自己的心情和感受，选择走在适合的道路上，而不是硬挤在不适合自己的路上。宋子成或许知道我不会低头去哄他，破天荒约我去吃饭，吃了我的饭就是我的人，也不要生我的气了。我没好气说，别，我没生气，你也没必要这样。我今天不出门。他到我宿舍楼下，脸上挂着汗，表情可怜楚楚。你必须去，我都给你道歉了，你给我个台阶下吧。正值饭点，他带着我去食堂点了一份菠萝炒鸡。你食堂的饭真不错，你怎么不吃啊？是觉得太便宜了吗？宋子成喜欢吃菠萝，上一世他道歉的方式就是请我吃各种带菠萝的食物。我对菠萝过敏，但为了不扫兴，吃之前都吃1片过敏药。这一世，我学着他的绿茶发言，你不知道我菠萝过敏吗？难道你不知道我的喜好，只点你喜欢的东西？宋子成面部僵硬，维持着刚才的假笑。是吗？我不知道，这不会是你编出来骗我的吧？故意让我难堪。我面不改色，吃下1片菠萝。最先出现红疹的是脖子，接着是我的手臂。满意了吗？宋子成第一次见到我这样，假装接电话逃走了。我连忙去医务室就诊，回到宿舍休息。于妍妍趾高气扬来到我面前，子成哥哥请你吃饭，你还嫌弃菜便宜，你这样的人哪里有脸去竞选奖学金？我寻思这是奖学金，不是助学金。他怎么说出这样的话的？上一世，男友散布我上了迈巴赫的包养传闻，使我陷入舆论风波。再加上我和他分手，我被塑造成拜金女，受到网友的口诛笔伐。这时候，于妍妍跳出来作证，说和我一个学校，亲眼看到我和一个老头走。最后，在他一系列操作下，我失去奖学金的候选资格，但他也没资格拿到。我突然想到一个好点子，他不就是想挤掉我，当上宋子成女朋友吗？我这就成全他。我掐着腰指着他的鼻子骂，就算我不领情又怎么样？我才是他女朋友，我就是为了知名度。我可以一手抓恋爱，一手抓学习，互联网赚的钱可比奖学金多多了。至于你，不过是只阴沟里的老鼠，窥视我的幸福。这番话果然起作用，于妍妍气得差点哭了。毕竟我处处压他一头，说的也是实话。他若是想得到奖学金，需要花出更多时间跟着班委去参加各种比赛，就没有时间给他的子成哥哥打榜了。果然，没过几天，网上传出一些我的负面言论。跟以前不一样的是，宋子成的粉丝呼吁宋子成和我分手，说我就是为了蹭他的流量才留在他身边。宋子成坐在我对面，双手交叠，眼神真挚。阿里，现在这个情形不分手，影响会比较大，粉丝们会对你有怨言。我也担心他们伤害你，话里话外都是他是被逼的，但他分明看起来很开心。我也是，
我巴不得远离他，但我嘴上说，凭什么他们说分手我就要分手？我难道还要看他们的脸色？是不是于妍妍说我坏话了，我就知道他没安好心？你如果这样想我，我也没办法。这么多年的感情比不上外人，但我也绝对不会放过这些人。所有期间，我不断拿起桌子上的水杯往下砸，发出巨大的声响。宋子成看我这打架的架势，也没想到我会这么疯，连忙拉住我。他保证以后不会有粉丝骚扰我，许诺我诸多好处，比如视频收益我3他8。我装作不舍，立刻打电话，你合约送过来，让他签字。我深知他本性，口头承诺他随时可以反悔，可不能让他随便敷衍过去了。没过多久，于妍妍立刻成为宋子成的下一任女友。她跑到我面前炫耀，我会抢走你的一切，你会一无所有。我没有回答，因为我知道环绕她身边的不会是幸福，而是灾难。距离考研还剩下6个月，我将空余时间都放在学习上，针对薄弱板块专项练习，逐一击破。我做真题所用的时间越来越短，下笔越来越顺畅，能感到自己在飞速进步。与此同时，于妍妍在网络上开账号，每天和宋子成晒情侣日常，2个人每天都在网络上腻歪。上一世我并不怎么在网络露面，才免了很多麻烦。在碰到于妍妍在宿舍时，我好心提醒她，宋子成的粉丝大都是女友粉，最好不要经常露面。她不屑瞟了我一眼，那是因为你长得丑才不敢露面的吧？再说了，我也是粉丝上来的，他们更能感同身受。她骄傲极了，可网上对她的质疑声越来越多，她不得不花时间去解释，对应的放在学习上的时间越来越少。慢慢的，她学习有些吃力，上课也常常打着哈欠。某天，我上完课回去，在宿舍楼下看到于妍妍推着行李箱，宋子成也在，他似笑非笑。当初有些人看不起人，现在我混得风生水起，你现在可配不上我了。于妍妍靠在宋子成肩膀上偷笑，他这种人就是爱装样子，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，我会在乎他们这2句狗吠？我委婉地留下一句，距离产生美。于妍妍以为我是挑衅，朝我翻个白眼，你就是嫉妒我吧？我不语，他愿意跟宋子成住在一起，互相折磨，我也不好说什么。他的好日子要结束了。宋子成一天24小时有10个小时在直播，还要拉着于妍妍。我经常在同城刷到他，他为了接住考研界的流量，立了一个整日学习打卡，但他整日在直播，哪有时间学习？于妍妍在后面学，他在前面喊麦。网友问他什么时候学习，就是马上；再问就是不直播的时候学。他不学，还要拦着于妍妍学习，拉着他来打直播 PK。每周的作业，于妍妍都是最后一个交上去的。我很好奇宋子成每天上传的学习视频是怎么拍的，我反复观看，还真被我发现端倪。他的视频是 AI 合成的，有几个片段他是6个手指头，但我并没有拆穿。他愿意自欺欺人，那就让他一直沉溺在美梦里，这些和我没关系。某天，我像往常一样把他们的直播当睡前乐子。一个粉丝连线后直接吼于妍妍，直播间的几万人都懵了。昨天你没有出镜，你为什么不带子成哥哥学习？于妍妍忙解释，我昨天未生期，肚子疼得不能动，今天才好一些。粉丝直接炸麦，你肚子疼那是你的事情，你只要还在呼吸，你就要给我们子成哥哥补习，不然你当他女朋友是干什么的？于妍妍第一次被对到当场流泪，哽咽道：
那我补回来不就好了？不行，你必须要在我们监督下完成，直播不能停。我知道这只是开始，一旦答应他们的无理要求，对方知道你好拿捏，就会一步步挑战你的底线，直到你崩溃。而这件事情的中心人物宋子成，从刚刚一直作为背景板不发一言。这场直播结束后，二人开始冷战。于妍妍搬回宿舍和我一起住，好几次我撞见宋子成在楼下偷赶很重地踱步，想让我带递东西，我直接拒绝。这样的事情我能少掺和就少掺和，何况我心眼小，看不得他活得那么轻松。终于，于妍妍愿意出门了，我抱着看热闹的心态跟上去，就听到宋子成炸裂的发言：如果你觉得粉丝的话跟我有关系，那你又和当初的奖励有什么区别？这句话成功激怒躲在暗处的女大学生，确实有区别。我现在眼睛复明了，他还瞎着。谢谢你提醒我当初自己有多脑残。宋子成指着我的鼻子：你还是那样斤斤计较。我就说了一句话，你对我好几句。我抄起身边的扫把：什么档次对我说教？于妍妍不开心了。好了，我和我男朋友吵架，关你什么事情？行，那我连你一起打。二人狼狈地躲避我的攻击。我拍拍手，皮笑肉不笑说道：合格的前任就要和死了一样，不要挑衅我，也不要试图激怒我，因为我不仅记仇，还有精神病。发完疯，精神状态好多了，连运气都好了很多。我参加的省级比赛接二连三得奖，奖学金基本可以确定了，不用和宋子成在一起的日子，我的气血和精气神都在回归。而于妍妍不仅日夜颠倒，忙于直播，还要满足日常中宋子成粉丝的无理要求。上午粉丝说宋子成是猛男，要求换掉粉色的窗帘，于妍妍立刻丢掉原来的窗帘。下午粉丝说他们吃得太清淡，要于妍妍亲自下厨，她在厨房手忙脚乱，而宋子成却从不出手帮忙。短短半年，于妍妍的状态和之前完全是天差地别，她被折磨得精疲力竭，和上一世的我一样。但我和她在这样的时候都没有选择离开，可能都是抱着这样的想法：如果我现在分手了，那我吃过的苦，受过的罪不都白受了，还为后来人做了嫁衣。这种心态在我看清他的真面目后戛然而止，但还是晚了一步，最终付出惨痛代价，沉没成本，不参与重大决策。这是我现在坚持的信条。直到考研当天，宋子成还在斗志昂扬打开直播：家人们，我现在在考场门口，礼物送起来，祝福主播一定上岸。站在一旁的于妍妍双目呆滞，仿佛周围的一切和她无关。我摇摇头，绕过这两人远走。忙碌的日子终于要结束了。考研结束后，于妍妍的精气神看上去好一些了。宋子成又开始直播，公屏上都开始滚动：祝宋子成哥哥考研上岸。破坏队列的是这样一句话：子成哥哥上岸后，能不能和这个姐姐分手啊？他现在根本配不上子成哥哥。于妍妍看到后就炸毛了，他这么多天的忍耐已经到达极限，根本没有人记得他的付出。我是不是给你们脸了？你们只是粉丝，凭什么管我们的私事？于妍妍双手不断拍打镜头，直播视角不断摇晃，她的精神临近崩溃。但依旧有粉丝出言刺激：本来就是啊，你看看你现在面部凹陷多严重，就像是一个干尸。论相貌论学识，哪一点能配得上子成哥哥啊？直播间传出尖锐的声音：你一个粉丝凭什么管得这么宽？女友这么崩溃，
而此时宋子成在做什么？他不痛不痒，斥责那几个闹事的粉丝：“你们不要再刷屏了，我女朋友都生气了。上辈子我也经历过这样的时刻，被当成精神病。宋子成认为我太过敏感，你谁的话都要听一遍记心里，你不难受谁难受？我做不到那样豁达，而且我每天要自己先学一遍，然后备课给他讲，还要拍视频剪视频，解答粉丝的问题，这些都是挤压我的休息时间得来的。而他只是在那里等着我忙完一切，轻飘飘来一句：你怎么那么慢？还没好吗？我的辛苦没被重视，我的难过不被发现。当时我只能不断安慰自己，只是因为太忙了，他不是不爱我。我们已经在一起4年了，我还不了解他吗？和现在的于妍妍一模一样。这次直播后，于妍妍终于下定决心搬回了宿舍。她依旧没有和宋子成彻底决裂，只是暂时分开一段时间。有一次我不经意看到她翻开的日记本，上面用红色的签字笔写着：不，他是爱我的，我们如同爱的传教士，不容信念有一丝动摇。笔试成绩出来后，宋子成难得没有好心情，他英语成绩不到国家线，只能调剂。而于妍妍刚好上岸，再一次面对上一世的情形。不出所料，宋子成在直播中画着憔悴的妆容，假装盖住脸上根本没有的泪痕。妍妍不是故意不交全部，她害怕我上岸后就抛弃她，其实没必要的，我不是那样的人。但我没想到她是这样的，我付出1年的时间得到这样的结果，我不甘心。说完还在直播间扮演深情角色。如果我是你，你爱的人没有考上，而我考上了，我会选择不要这个名额，陪他再考1年。真是没有3观，别人免费为他付出那么多，他倒是先委屈上了。没听过师傅领进门，修行靠个人这句话吗？我又换了一个小号，在直播间留言：你自己没考上，那不是你的问题吗？你凭什么让你女朋友放弃1年的奋斗成果陪你？刚才闪过几条表示不理解的言论，很快被删除了。评论显然被控评，清一色，抱抱不哭，你是最棒的。这边于妍妍看到直播趴在桌子上痛哭，原来宋子成以私密照做筹码，逼她放弃名额，再读1年。她哭得上气不接下气。我每天给她做饭洗衣服，还要直播。我学习都是见缝插针，每次让她学，她总有各种理由拒绝。我能怎么办？但我没有对不起她，她怎么能这样对我？突然她白眼一翻，晕倒在地。我连忙拨打急救电话，导员带着于妍妍前往医院。期间她的手机不断震动。宋子成在粉丝群发：想看刺激的加我企鹅。于妍妍的私密照被大肆流传，但因为是闪照，无法找到原图。这并不妨碍一些人私信辱骂她，在各个贴吧留下一些恶臭的言论。于妍妍的一些黑料也被扒出来，她逼父母拿钱追星，不然就扇自己耳光，以及很多博主爆料自己曾受到她的骚扰。她这下子被钉在耻辱凳上洗不清了。每个人似乎骂她一句灵魂就会得到升华。热搜上挂着多个词条：井号上岸先斩意中人，井号某大学女生上岸选择分手，井号纯爱流泪。人人默认于妍妍和宋子成已经分手，可当事人还在病床上躺着呢。于妍妍的爸爸约了宋子成，想要他澄清，妈妈则留在病房看守于妍妍。宋子成狮子大开口要100万，于妍妍爸爸一下子苍老10几岁，来宿舍收拾东西时佝偻着腰，和我诉说这些年的不易。
于妍妍是早产儿，家里的人很宠她，她的性子也就宠坏了。现在也算是摔大跟头，不知道能不能挺过去，准备回家借钱还。我想到我的父母，上辈子我死后，他们一夜白头，坚持要找宋子成要个说法。宋子成装模作样对着我的坟墓哭了一声，粉丝替他挡枪，他本人什么事都没有，只有我的父母被困在回忆里出不来。于妍妍醒后不顾阻拦爬上天台，我听到消息连忙和于妍妍爸爸一起赶过去。她的妈妈站在一旁捂着脸哭泣，风吹得她苍白的脸上有些红。她用手指着某处，用尽力气吼道：宋子成，你这个混蛋，你就是个伪君子，长期在视频后面辱骂粉丝，所有的学习视频都是 AI 合成的，励志人设都是假的。每次我要学习，你总是贬低我，说一个女孩子要那么高学历干什么，让我腾出所有时间去围着你转。最后考研失败，还用私密照威胁我，不让我去读书。我以为你会变好的，可你的根已经烂了。你任由粉丝网暴我，在屏幕后面的你就是个怂货。说完，他一跃而下，还好底下消防员们已经准备好了救援物品，他没有受伤。有人将这件事发到网上，引起轩然大波。宋子成立即发了一张律师函，表示这些是造谣，让粉丝相信他。他用跳楼的方式，就是因为没理，想扭转舆论。大家不要被他误导，我已经发了律师函了。有些粉丝去学校官网刷评论，要求学校取消于妍妍的考试成绩。更有甚者，在名单中发现了我的名字，开始对我进行深扒。这个是子成哥哥前女友，不给子成哥哥补习，自私自利。他这种人也能考上，肯定是他卖来的。我的学习成果被他们一票否定，还对我进行人身攻击。我可惯着他们，直接打包甩出这么些年的聊天记录和拍摄花絮，附上我的抑郁症诊断单。舆论很快反转，考研学校也下场辟谣，表明面试成绩都是真实的。很多人夸我内核强大，外界这么混乱，还没有想过自杀。其实我已经死了一次。经过这件事，于妍妍回校办理休学。临走的时候，他恶狠狠地瞪我：都是你算计我，你明知道那是火坑，你还让我往里跳，心机真重。我盯着电脑，没有分他一点目光，一个愿打一个愿挨。我提醒你那么多次，你不分手，我已经仁义尽致了。他气呼呼离开了。这件事的热度慢慢降下去，每个人回归正常的生活。宋子成在网上讨不到好，也很少直播了。他的粉丝从之前的20万掉到3万5，可他竟然还恬不知耻，求我复合。我不知道我是给了他什么信息，让他觉得我们还有可能。我早早拉黑了他的联系方式，我周边人也不待见他。奖励，我之前和于妍妍都是演戏，我不爱他，我真正爱的人是你。你回来吧，你想想，只要我们一起合拍，这样热度流量都有了。难道你不记得我们以前在一起的日子是多么快乐？我怎么会忘？他是我的初恋，可我当初喜欢上的是那个喜欢户外运动、阳光开朗的宋子成。他当上主播后，一切都变了。宋子成，收手吧，你要爱惜自己的羽毛，好好沉淀提升自己。宋子成剧烈摇头，不，你就是看不起我。我做的这一切不都是为了配上你吗？你总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，你哪里会懂得我的心酸？我并不是富二代，父母是普通职工，和他的家庭没什么区别，只是我努力考上了一个好大学。他的自卑已经淹没他的思考。如今宋子成已经疯魔了，我不愿再与他纠缠，
叫来保安把他拉走。没想到宋子成死不悔改，这次他不仅放出我们的对话，说我狠心冷血，还将来赶走他的保安说成是我的老相好。这个视频一下子冲上热门，但都是骂他颠的。你为了流量，真是张口就来呀！你长得这么好看，四肢健全，怎么就不能脚踏实地的赚钱呢？你这么想要流量，想疯了吗？很长一段时间，宋子成都没有出现，我以为他终于想通了。考研面试当天，许久未见的宋子成出现，他穿着第一次见我的衣服，手捧着鲜花，引得周围人频频回头。阿丽，结束后一起去吃个饭吗？以前是我不好，但我现在悔改了，你可以再给我一个机会吗？我摇摇头，不，原谅你就说明我以前所受的所有痛苦都是活该。宋子成神色暗了下来，将花递给我，那祝你成功上岸，前程似锦。谢谢。我接过鲜花，他递给我一瓶水，这是你最喜欢喝的葡萄味，我记得你的喜好了，可惜是我错过了。面试很顺利，出来后一个环卫工阿姨拉住我，刚刚我喝了你的水，现在肚子疼得站不起来。哎呦，这瓶水宋子成竟然动了手脚，我想想都后怕。如果我心软真的喝了这瓶水，错过了考试时间，那现在腹痛难忍的就是我。我连忙带阿姨去医院洗胃。后来我毕业了，去了很远的城市读研。听说宋子成要重修1年，之后的同学聚会上，大家畅聊着大学的趣事，回忆往昔。一个人突然提起宋子成，我放下酒杯，竖起耳朵。当初蒋丽还和他谈过恋爱呢，幸好分手了，真是个明智的选择。周围人看向我，是啊，当时他一个人独来独往，天天把重心放在宋子成身上，还说要跟人家结婚呢。现在都不恋爱了，准备孤独终老，可见对方给他多大的打击。可嗨，我掩饰性喝了一口酒，呛得嗓子火辣辣的疼。不是聊宋子成吗？扯远了。宋子成确实是我前半生的阴影，可是我终是走出来了。我想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爱自己身上，而不是幻想被爱，然后患得患失。他现在进去了，听说找一个女朋友比他小10岁，整天对他不是打就是骂，完了还说爱人家，最后那女孩抑郁自杀了。他家长去闹，宋子成逃走了，路上还抢劫了金店，直接罪加一等，太蠢了，大家唏嘘不已。但这个话题很快被跳过，每个人都在展望自己的未来。现如今我已经博士毕业，在学术领域扎根，深耕自己喜欢的领域，未来一片光明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《真情人间》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